金正恩的帆船之痛、新战舰下水事故，皆是朝鲜军队的深层困境。近日，朝鲜一艘全新驱逐舰在下水时发生严重事故，并侧翻倾覆。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对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而言，这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工程失误，而是暴露了他庞大军队长期以来所面临的一个关键痛点：严重的装备质量问题。质量短板掣肘庞大军力，平壤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之一，海军和空军的规模也同样可观。此外，朝鲜还引以为傲地拥有精密的导弹武器库和核武器，这些都对美国和韩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然而，光鲜的外表之下，41岁的金正恩正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疼的质量困境。在我看来，朝鲜军力最大的矛盾在于其规模与现代化水平之间的巨大鸿沟。金正恩为了孤注一掷地发展核武器，导致朝鲜军队在其他常规武器装备方面的发展严重滞后。武器专家们普遍认为，朝鲜现有的飞机、坦克和舰船要么已经无法使用，要么技术已经过时，要么只具备有限的防御能力。这使得金正恩看似珍贵的武器库，实际上正面临着来自邻国、韩国和日本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的威胁。这些先进武器甚至能够在朝鲜发起潜在攻击前进行先发打击。这种不对称的军事实力，无疑是金正恩心中的一根刺。现代化雄心遭遇现实挫折，正因如此，金正恩对于军事硬件装备的现代化有着异常迫切的需求。今年4月下旬，在朝鲜第一艘现代化驱逐舰的揭幕仪式上，他毫不掩饰地阐述了自己建设强大海军的雄心壮志。他对造船厂的官员和工人表示，他渴望获得更多的军舰、巡洋舰、护卫舰和多用途驱逐舰，以便能够将朝鲜海军的力量投射到远离本土的水域。这种将海军打造成远洋力量的愿景，体现了金正恩试图打破朝鲜被孤立的局面，提升其地区影响力。然而，金正恩的这份急切期盼却在上周三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据朝鲜官方媒体报道，一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在下水时发生严重事故，侧翻倾覆。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证实，这艘舰艇下水失败后在海中倾覆。这种帆船事件无疑是对金正恩雄心的一次沉重打击，也让外界对朝鲜军队的工程水平和技术实力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和潜艇之路漫漫，俄朝合作前景复杂。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恩最近确实视察了一家造船厂，视察的重点正是朝鲜核动力潜艇的建造工作，这是他重点关注的军事发展目标之一。但韩国国防分析研究院和安全研究负责人利三 Q 指出，朝鲜距离实际部署这种核潜艇至少还有10年时间。利认为，周三的驱逐舰倾覆事故也会导致测试和装备这艘新军舰的时间表被无限期延后。在我看来，核潜艇是金正恩提升朝鲜战略威慑力的重要一步，但其建造难度和技术门槛远超常规舰艇。此次驱逐舰的事故无疑暴露了朝鲜在先进舰艇建造方面的技术短板和管理缺陷，这对于其雄心勃勃的核潜艇计划而言，并非一个好兆头。金正恩发展海军的雄心也得到了他与莫斯科方面军事联系的加持。在金正恩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朝鲜军队支持后，外界普遍预计这种军事合作将得到加强。军事分析人士称，崔贤级驱逐舰搭载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韩国军方表示，俄罗斯可能在该舰艇的研发过程中提供了帮助，但未具体说明方式。政府资助的智库韩国统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康敏分析称，尽管作战能力有限，但朝鲜仍然对外展示这些海军舰艇，这释放出平壤方面意图重点加强进攻性海上能力的信号。总而言之，金正恩无法接受新战舰下水帆船的现实，不仅是因为它折射出朝鲜在军事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挫折，
更是因为它直击了金正恩长期以来试图掩盖的军队装备质量问题。这次事故无疑为金正恩的军事现代化雄心蒙上了一层阴影，也预示着朝鲜在提升其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力量方面道阻且长。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